看影片之前先送各位福利，点击链接可以了解更多详情。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杜甫科技，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杜甫科技 Duful Technology Corporation Berhad， 简称杜甫，成立于2002年5月，在2007年2月成功在大马交易所的第2板挂牌上市，并在1年后的2008年9月转至主板上市，是一家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投资控股公司，主要从事制造和贸易工业产品以及电脑磁盘驱动器的相关部件。杜甫旗下拥有6间全资子公司，不过有1间是处于休眠状态的，同时也正在自愿清盘中。目前，杜甫在大马交易所的工业板块中排名第22位，不过在工业板块中的工业材料、组件和设备部就是排名第6位，拥有大约10亿令吉的市值。第二点，杜甫的最初期是在1987年10月成立的，由现任执行主席拿督李辉达和其友人联合创立。一开始是在槟城租用工厂来开发和制造精密加工零件。到了1990年，公司成功收购了新加坡的 Seagat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成为其制造 5.25 英寸硬盘驱动器垫片的客户。从那时起，公司开始稳步发展，成为一家知名的硬盘驱动器组件和其他精密组件的供应商，为亚太地区的 Western Digital、MMI 和 First Technology 集团等领先的跨国公司提供服务。第3点，杜甫的业务主要分为3个部分，那就是硬盘驱动器、工业安全和传感器以及其他精密零件，包括医疗和办公设备、消费类电子产品和电信等等。在这3大业务当中，硬盘驱动器的业务是属于公司的核心业务，占了总营业额的80%以上，而工业安全和传感器以及其他精密零件的业务分别只占据了总营业额的10%和8%左右。杜甫的硬盘驱动器业务并不是说生产整个硬盘驱动器，而是制造当中的精密零件而已，比如说 Disclaim 和 Dispacer， 尤其是 Dispacer 是需求比较大的精密零件，这是因为随着硬盘驱动器的容量增加， Dispacer 的数量也会跟着增加，以承载更多的硬碟。杜甫制造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出口至国外市场的，如泰国、中国、新加坡、美国、英国和其他地区等等。至于我国马来西亚就只占据了6%而已。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杜甫的收入有超过90%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所以当美元兑换令吉走强时，杜甫就会赚得比较多，反之盈利能力就会下降。第4点，杜甫是一间极度依赖单一大客户的公司。从刚才的讲解就可以知道，杜甫的核心业务是硬盘驱动器了嘛。那硬盘驱动器的生产商无外乎就是2家公司，一家就是 Seagate， 我现在用这的硬盘驱动器就是 Seagate 的，然后另一家就是 Western Digital 了。根据公司的2021财政年的年报数据，公司的2大客户一共占据了总营业额的75%以上，尤其是第1大客户，单一个客户就贡献了总营业额的58%之多。所以说，如果公司突然失去了这2大主要客户，可是会发生非常恐怖的事情。还有，如果这2大客户的硬盘驱动器的销量下滑的话，杜甫的营业收入也将受到巨大冲击。话虽如此，由于杜甫的客户们在硬盘驱动器的市场中是龙头之一，同时跟杜甫基本上也都已经合作了超过25年之久，显示了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所以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第5点，杜甫经营的业务有很多竞争对手，其中有2家公司就是在大马交易所上市的，那就是诺森集团 Notion 和 JCY 国际。这2家公司经营的业务都是与硬盘驱动器相关的，不过 JCY 制造的产品比较多是硬盘驱动器的底盘以及固态硬盘 Solid State Drive 的硬盘盒，所以不太算是杜甫的直接竞争对手。而 Notion 除了生产硬盘驱动器的底盘，也有制造 Dispacer 和 Disclaim， 与杜甫有着直接竞争的关系。不过 Notion 的业务就比较多元化，硬盘驱动器的业务只有不到30%而已。
那除了以上的2间公司，卢富其他的同行对手也有来自新加坡的 This Precision Industries， 是 Seagate 和 Western Digital 的供应商。第6点，卢富目前的大股东是执行主席拿督李辉达，直接和间接持有着高达28%的股权。其次就是李辉达的妻子王女士，直接和间接持有着大约12%的股权。其他值得一提的股东们是持有着大约5%股权的翁瑟燕，3.61%股权的邬茂苑，0.13%股权的邱冰慧。这几位股东们都是公司的老臣子之一了，至少为公司打拼了10多20年之久，同时也一起扶持卢富成为上市公司。其实要看一间公司的经营是否妥当，其中的一点就是看其管理层是否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因为有股份的管理层想必也会比没有股份的管理层更加的尽心尽力来经营公司，所以由此可见，卢富是一间受到管理层爱戴的公司。第7点，卢富是一间非常喜欢派股息的公司。从公司的2021财政年的年报中可以看到，公司是在2015财政年开始派息的，目前已经是连续派息的第7个财政年，而且股息也给得相当大方，每年都是有增无减的。目前的派息率是在58%的百分比。其实卢富第一次派股息是在上市的1年多后，也就是2008年的7月份。不过当时的派息只维持了3年就停止了，这是因为公司在2011年开始就连续录得了3年的净亏损业绩，所以停止派息也是没有办法的。那卢富除了派股息以外，还不时会以派红股的方式来回馈股东的。在2018年和2020年就曾经派发了2次的红股，而在2019年则是将库存股充当股息来派发，对于股东而言都是很不错的回酬。第8点，卢富的债务正在逐年增加中。从公司的2021财政年的年报中可以看到，公司的债务已经连续5年是有增无减，到达了1800万令吉。刹那间会感觉不太理想，不过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公司手中握有的现金可是高达8500万令吉的，扣除了所有的债务后，也会剩下6700万令吉的净现金，意味着公司就是一间净现金公司。那如果对比 Debt to Equity Ratio 的话，大概就在少于0.06的水平，是属于非常健康的状态。也就是说，虽然公司的债务在近些年确实不断的增加，但是对比整体的财务状况来说，也是无伤大雅的。第9点，卢富2022财政年第3季度的业绩是比预期来的逊色的，营业额录得了7472万令吉，比起去年同季下滑了大约18%，净盈利则录得了1642万令吉，比去年同季下滑了大约19%。营业额和净盈利双双告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硬盘驱动器组件相关的收入减少所致。管理层也在季报中预测，硬盘驱动器的需求将继续保持疲软，可能至少会持续到2022年的末季，甚至到2023年的首季。这些不利讯号随即便引起了投资者惊慌抛售，在季报出炉的隔天就连续2天暴跌，更写下自2020年4月27日以来逾2年的新低点。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卢富被禁止卖空2天，直至11月4日上午8时30分才恢复。目前卢富的股价已经回调了1点，不过由于种种消息都对科技领域不利，市场仍然对卢富保持着悲观的展望。第10点，硬盘驱动器在未来会逐渐被固态硬盘取代。现今的市场有3种存储资料的方式，那就是硬盘驱动器、固态硬盘以及云端。硬盘驱动器是传统的透过硬碟存储，优点是容量高，价格便宜。如果硬盘损坏了，数据还是能恢复的，可是数据读取的速度就比较慢。固态硬盘是透过闪存晶片来存储，优点是读取资料的速度更快，体积小和重量轻，可是价格会比较贵，而且如果硬盘损坏了，数据则很难恢复。至于云端，则是存储在线上，不过云端的数据都是需要硬件来存储的，而绝大部分其实还是存储在传统的硬盘驱动器上，所以基本上就是硬盘驱动器和固态硬盘在竞争。
那随着固态硬盘的价格逐渐下滑，市场上应该就会慢慢倾向于固态硬盘，但是应该只限制在低容量的存储上，因为对于各大企业和云端系统公司来说，高容量的硬盘驱动器反而更加吃香，而且存储数据的安全性也比较好。还有根据 Seagate 的说法，高容量的硬盘驱动器在未来还是会保持着每年28%的高增长，预计2026年的一个硬盘驱动器的容量可以高达50TB， 所以高容量的硬盘驱动器在未来还是没有办法轻易被取代的，但是低容量的硬盘驱动器就会逐渐被固态硬盘取代。以上就是关于杜富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了解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也欢迎加入豪门少爷帮成为会员。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